好，立刻来关心一下现在目前以巴冲突哦。现在这个布林肯的讲法是说，他们不支持以色列，就是在战后之后呢，他们有一个3不原则，就是不得重新占领加萨，应该是由这个巴勒斯坦的政府来治理，然后也不得封锁或是围困加萨，也不得缩小加萨的领土面积。但是他后面讲说，这可能都还是需要一些过渡时期哦。那的确，现在以色列不断在加强对于这个南部的加萨南部走廊的轰炸，因为他们说现在目前其实已经是掌握了以色列，不是以色列，加萨北部这个地方已经不是哈马斯来掌握，现在已经是以色列全权来掌控了。所以他们今天就已经把这个空袭的主要目标，通通都转向了加萨南部。你看看他们在打这个地道战的时候哦，以色列是派出他们的军犬在这个隧道当中狂奔哦，所以直接这样冲上去咬了哈马斯的一些武装人员，然后画面当中还可以看到那些武装人员在那边惊叫连连的那种画面哦，所以的确他们是这个放狗咬人哦，在用军犬在隧道当中做一个地道战。那还有现在以色列的国防部的发言人讲说，部队深入进驻到加萨城，5万加萨人现在开始陆续在南下当中，因为他们整体已经把加萨城围起来，很多人原本是不愿意离开，但是现在因为以色列全面的掌控，进行地道战的这些措施哦，所以必须又有第2波的人逐渐在撤离他们的家园。那以军的这个战机现在也在扩大这个中东地区其他地方的一些战事哦，包含了像是黎巴嫩南部有一些真主党的据点哦，以军就已经有一些空袭。那所以现在呢，以色列它是发射了一些火箭啊跟导弹啊，然后做一些反击的措施。现在目前沙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呢，本来就是要走关系正常化，但是因为着这个以巴战争之后呢，所以一切都放缓了。那看起来现在有这个消息哦，这个沙国这边的投资部长讲说，现在正常化的谈判仍然还在桌上，就是说没有吹掉。虽然当时是喊说暂停哦，但是现在目前还可以有继续谈下去的空间。他说这就取决于这个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那再来我们看看沙国也讲说，本周会在利雅得来举行一个紧急阿拉伯的峰会，几天之后还会举行一个伊斯兰教的峰会。沙国决定要带头举行这3场峰会和其他的会议，目的就是为了要推动和平解决以巴冲突。所以很难得的看到这个伊朗的总统莱西，跟沙国这样的一个恢复外交以来，这个伊朗总统首次前往了沙国，到了利雅得来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峰会，也就是2国人恢复邦交之后呢，首次。上次我们是听到说他们2方通了电话，现在是要正式的见面了，是不是也代表说这个阿拉伯国家要更加的团结来对抗这个以色列这一次对于巴勒斯坦的反击呢？那美军现在感觉深陷其中哦，这个也门的叛军也出手击落美军这个 MQ9 死神无人机，这一台造价是要9.6亿美元哦，所以这个是也门附近的国际空域被击落。那现在几乎已经确认是这个青年运动组织所干的。那另外这个美军也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朗武器库，他们说已经被攻击了大概40次哦，所以必须得要有一些还击的措施。因此有2架 F-15的这个歼击轰炸机发动了一些精确的打击，做了一些相关的这个伊朗武器库的一些反击措施。那现在也有人在质疑美国是不是利用这个等于说是这种以巴来图自己的利益哦。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众议员他遭到了这个众院谴责，因为他是挺巴勒斯坦的立场，但是共和党为多数的这个联邦众议院11月7号的时候举行投票，谴责这一位众议员说他在宣传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假消息，然后呢，并且呼吁摧毁以色列国，所以他们的谴责案就是仅次于驱逐的一个惩罚，就讲说，你不可以站在巴勒斯坦这一边呢。那另外还有这个美国的议员霍利，他讲说要求这个拜登政府要禁止 TikTok， 他原因是说，现在反以的内容无所不在，在 TikTok 里面非常非常的多，所以美国他自己本身境内除了有声援巴勒斯坦的人之外，现在站在以色列这一边反巴勒斯坦的人的动作，感觉也是越来越加激进了。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的看法。对，我们在过去4个礼拜的每个礼拜的周末你都看到从美国到欧洲，然后到亚洲的一些穆斯林国家的
大量的示威抗议。可是我必须要讲，这些示威抗议在美国、在欧洲，一方面他们主要是来自于从中东北非的移民，跟他们的第二代，以及他们的朋友，尤其是年轻人朋友们之间，还有在政治上比较是属于左翼或左派的人士，那当然看不下。各位，现在在昨天的这个数字，也就是光是从10月7号到现在的轰炸加上这些突袭，已经造成10569人平民的死亡，而这里面有4324个儿童，4324个儿童。任何人，如果你看从一个人道的角度，从你自己人性关怀的角度，你受不了这个东西。但是在美国，你看到虽然有这么多示威抗议，可是它代表的这个层面呢，多半还是属于比较是中下阶层或移民阶层，或者是年轻以及左翼的。但是在美国的高层的政治层面，像是唯一的这一位美国的众议员，他是这个巴勒斯坦裔的众议员，就是特莱布，女性的。对，他自己当然在国会里面在讲，他讲什么？他说巴勒斯坦人不是任人宰割的，和其他人一样，我们也是人。那这个在美国当然就是一个政治上的运动了。我们只是想以人类应有的方式自由而尊严的活着。结果他这样的讲，而且他被说我不是在批评以色列人，我不是反犹太，我是在批评以色列政府的作为。结果呢，这个国会在昨天，这就是昨天的事情，以多少234票对188票谴责他这个发言。谴责就几乎仅次于把你出局，这个驱赶出境而已。这样子的一个，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在美国的政治层面华盛顿的这种东岸政治精英从经济到政治到媒体，对于这个事情的观点，事实上没有看到我刚刚讲那个10500多人平民的死亡，里面4000多个儿童的死亡。他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以色列这边遭受到哈马斯的这个攻击之后，造成1400个人死亡。这一样是一件让人悲伤的事情，但是呢，这已经不成比例，变成一种报复的这种屠杀。因此，这个时候呢，各位，再一个数字，你知道每天现在进入到加沙地区的货柜，大概平均只有不到50辆货柜，可是呢，在10月7号之前，是每天有500辆货柜，因为它都被以色列包围嘛，所以它没有太多的这个农作，它必须要依靠的就是来自于埃及以及部分以色列的这个货柜，给予他超过1半以上是难民的人的每天的生活所需，就现在只剩1/10。你知道有多少人就是说在这里面是属于受伤的呢？已经超过26000人。这26000人马上面临到没有医疗、没有水，他们拿醋，医生们拿醋来做消毒，你知道吗？然后呢，已经很多的这些外国或者联合国的这些医疗人员都被迫离开，因为自己生命要保护嘛。所以这里面26000人受伤的，剩下这将近200万的这些巴勒斯坦人在南加萨，现在已经变成攻击的目标。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在疾病方面，在就是生活的人道这个情况方面会越来越严重，而全世界居然还针对这样子的一个美国底特律来的一个巴勒斯坦裔的人对自己的同胞讲话，美国的国会还谴责他。你觉得这个世界怎么回事了？好，我们来问一下玉芳委员。我倒先说一下，就是这次加沙的这个战争一般人认为以色列军队会死伤很重，因为地下都是地道嘛我原来也这样认为，但是我看到以色列用这个炸弹炮弹在攻击这些大楼，因为他们底下可能就有地道，我就知道其实并没有那么乐观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们一直讲城镇战嘛。我们现在美国就是要台湾做好城镇战这样的一个准备。因为中共军队可能进入台北、进入高雄、进入台中，所以你要打城镇战。就加沙就是我们观察一个很好的一个点。这个城市其实加沙市没有很大，可是高楼真的是不少。那这个就是一个他们想进行的就是城镇战、巷战，就是想打巷战。
可是其实没有很成功啊。你知道2天前呢，整个的记录，以色列的军人死亡33个，受伤了260个。你觉得这个城镇战、这个巷战有打起来吗？看起来这个成果并不是很好。当然有很多网站啦，尤其是我看很多简体字的网站在写什么这以色列100辆坦克被摧毁啦，200辆被摧毁了。我告诉你，那是假消息啊，那个不是真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作战的构想可能要我们自己来决定，而不是去让这个美国人帮我们设计，或者是他们认为如何。因为你把大楼大部分都给摧毁以后，其实你这个城镇战是很难进行的。因为城镇战最重要的保护就是大楼，因为这会影响到攻击那一方的视野。但是你如果大楼被摧毁了以后，坦白讲你就很难，因为你守方要躲到哪里都变得很难。尤其他们可以打这么多的地道，你认为台北市可以挖这么多地道吗？你看每次盖房子，你去看人家盖一个大楼要抽出多少水起来。台湾也是个大盆，台北市也是个大盆地这附近也有海洋所以台北市是水资源很丰富的，地下水很丰富的这样一个城镇。我们这里像加萨这样打这么多这个地道，像哈马斯这些人，大概我们是做不到的。第二个我的观察点就是说，我是对也门的叛军我是真的觉得非常惊讶，他们的武装的力量竟然这么强。前一阵子他们打的那个飞弹应该是巡弋飞弹，被美国军舰给拦下来，因为他们目标是要打以色列，但美国军舰部署在外面就把它拦下来了，外海。然后接着你看，就前2天他们打了一枚弹道飞弹，就在外太空被以色列的 Arrow 这个箭式的这个导弹把它拦下来了。那现在你看，他把 MQ 这个9的死神无人机都打下来了，就可以看得出也门的一个叛军而已，在伊朗的扶持之下，都有这么强大的这样的一个武力这说明了未来非洲也好，中东也好，未来其实不会太平静只是说美国也很有意思，这时候你要劝和，可是美国大概要吓阻伊朗积极的去援助这个哈马斯所以呢，他去轰炸了叙利亚的伊朗的这种基地，尤其是弹药基地，轰炸它，免得这个他们就吓阻他们不要参战，不要再去援助哈马斯。不过这样一个做法，你就会助长了以色列的气焰了，他更敢去对这个哈马斯，对这个加萨进行更加坦白讲违反人道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这样一个作战的方式。好，来请教将军。这个也门叛军就胡塞组织，我们一直认为说，这种在中东地区这些叛军、这个武装组织，他们大概就印象中都是手拿着 AK-47，脚上穿着拖鞋，在那边这个好像没有什么重型武器。但是这次来讲的话，后来经过了解之后，发现这胡塞组织它因为有伊朗的援助，其实它的武器是非常的可观的。他不但有获得这个伊朗给他的这些武器，他自己还会研发武器。我这边说明一下，他研发什么？他把原来的这个苏俄时期的这个我们所谓飞毛腿飞弹还有圆点飞弹，他把它改装，它叫做布尔坎飞弹，他自己把它改装成布尔坎，然后射程可以到多少？可以到1000公里远。所以我们前2天看到他用飞弹去攻击以色列，那确实做得到。但是它这种飞弹毕竟它这个是这个土制的嘛但是精准度是不够，那量可能也不够。但是怕的就是这量不够。我们前2天有看到一则新闻说，埃及的第一次被打是被以色列战车打了一个钢哨，被以色列战车轰了一炮之后，他在边界地区也遭受到这个飞弹的攻击。这飞弹是谁打的？是也门打的。那也门为什么要打到他那边？因为就是这个弹道不准。可是我特别要讲最怕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它不准来讲的话，它到处打。那你可能说打到这个本来是瞄准打他军事武装，就打到老百姓的村子里面去。我觉得这是他们最可怕的。另外，他有没有反攻飞弹？他有，他叫什么？叫做苏57，也是苏联给他的这些飞弹。所以我们要知道，所谓的不管是真主党或者是南边这一边也门胡塞组织
他们这些我们所谓的恐怖分子，其实我们应该叫它就是这个武装组织来讲的话，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手持 AK-47那种就是比较落后的这种形象。他现在来讲，他飞弹甚至于无人机，他有见证者无人机，所以他本来是对什么胡塞组织原来是要攻击沙烏地阿拉伯的，那现在来讲的话，他这些武器可以眼见得到，他攻击这个以色列已经可以做到这个距离的攻击。虽然说它的准头不准，虽然说量不多，但是确实对以色列可以造成一定的威胁。那这是他能够把 MQ-9无人机击下来，代表他有什么？代表他有防空飞弹，这是美军自己或者是沙烏地阿拉伯必须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如果一旦他有防空飞弹的话，那影响很大。那用军权这种事情呢，其实是惨无人道。在俄乌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是用狗身上绑了炸弹，训练那个狗去钻到战车里面，然后把狗一起炸掉，把战车摧毁。那时候在这个俄罗斯跟这个德国作战的时候，他们为了摧毁战车是用这种方式。那现在以色列也用这种方式，其实是不太人道的了。对动物来讲，这个是真的是蛮残忍的一种手段。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现在大家都在聚焦哦，习拜会接下来即将要登场，现在已经确定在11月15号了。那这样11月15号的登场，首先还有一个消息出来，就是习近平还会跟多家的美国企业这一些执行长 CEO 来进行一些晚餐。那彭博社透露了这个消息哦，就说很多的大型企业的执行长都非常踊跃的想要出席这个跟习近平晚餐的机会哦。那另外我们看看韩正也表达了希望跟美方来加强各级沟通的对话，来妥善管控分歧哦。现在也是等于说要营造一个高峰会的一个氛围啊，双方就是感觉上比较和缓一点、友善一点。所以韩正讲了，这个中国愿意与美国加强各层次的沟通，然后来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互利的模式。那首先释放出这个善意哦，是中国大陆采购了超过100万公吨的这个美国黄豆哦，这是美国商界透露出的。这是11月17号，中国大陆大概买了10艘的这个10船的美国黄豆，数量大概是60万公吨，堪称是大陆大概至少3个月以来最大手笔的单日采购量。所以的确双方有互示出一些善意哦。只不过呢，熊猫这件事情熊猫突然要回国了，让这个美国很多喜欢熊猫的人哦，怎么没有办法见到大熊猫，提前回国？这是美国的大熊猫，这个美香和天天，他们是2000年的时候到达美国，那一直是华盛顿史密森动物园的一个镇园之宝啊。那后来他们还生下了宝宝，叫做小奇迹。那这个史密森动物园日前就有宣布说，因为跟中国大陆的这个租借熊猫的合约没有办法延长，因此呢，这3只熊猫必须在11月15号前就返回中国大陆。就没想到是提前了这个行程哦，11月8号就已经搭上了专属的货机哦。很多民众听到消息赶快去拍摄，还拍到了这个熊猫，这个看得不是很清楚哦，熊猫在这个箱子里头准备要搭机回国的一个画面。那很多人觉得哇，很不舍得大熊猫啊，还来跟他做道别哦，就是怎么会突然提前了这个离开的行程，那飞回成都。所以华盛顿大熊猫美香一家准备要返回大陆，是不是也代表着熊猫外交时代的结束了呢？因为其实一开始是在1972年的时候，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森访华，那第一夫人向周恩来提到说，他其实很喜欢大熊猫，这非常老旧的这个很久以前的照片了。那2个月之后呢，中国大陆就把1对大熊猫送到了美国的国家动物园，从此以后大熊猫就在华盛顿存在，几乎都没有中断过，那也象征着中美关系的一个友好。那是不是这个大熊猫的回来，加上之前不是也有这个乐乐的事件嘛，所以看起来是不是熊猫外交已经画上了句点？那熊猫纷纷都回国了哦。那我们看看现在中国大陆呢，其实当然关注点也在这个进博会，很多美国的半导体也是很积极的参与，这一次参与的数量甚至比起过往还来得更多，连高通啊、Intel 啊都是连续6年参加了进博会，还有德州仪器这个 AMD 都是第3次来参展，甚至呢大家聚焦的是
美光被制裁了，它也非常低调的，也在这个参展的名单当中哦。那艾斯摩尔也是因为美国的打压中国大陆的状况，它变得好像不太能够卖机台给大陆哦，但是有一个内幕曝光，说其实卖给中国大陆的量非常非常的多哦，因为拜登是限制说2024年元旦起元月开始就禁止出货这个高端的 DUV 给中国大陆，但是其实翻开过去1988到2023年底艾斯摩尔卖给中国大陆的微影设备加上一些测量的机台数量将近1400台所以这数量非常的高。他们讲说其实即便有新的出口管制，仍然不会中断艾斯摩尔跟大陆的一个业务往来，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业务都在中国大陆。其实艾斯摩尔透露过很多次，他们并不是很希望能够就是被迫这样离开中国大陆市场，还是想尽办法能够继续留在这边。那另外看看澳洲这一次艾班尼斯来访，那中国大陆也是给予一个高评价。我们看到这个汪文斌来形容这叫承先启后继往开来，非常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这个上海的市长跟昆士兰的州长双方也有会晤，那讲说未来会有很多这个合作的空间包含这一次有100多人的贸易代表团都来到上海，也就是说接下来中澳双边的贸易跟甚至旅游可能会有更多的交流跟接触。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杨老师。各位知道马上习拜会就要举行了嘛？照日本这方面的新闻的报道，就是11月15号。那11月16号，习近平要和岸田文雄见面那不知道这个跟日本的这个高峰会能不能够举办但是跟美国的这个交往互动，自从王毅去了华盛顿之后，从11月1号开始，一连串的在外交、在海洋、在军控、在气候的议题，其实举行了双边的磋商，地点从维也纳，在北京到就是华盛顿，而且参加的都是司长级，美国这边都是助理国务卿的这个层面。那外交谈的是双方的这个外交政策，那海洋呢是比较针对的是在谈南海最近发生的仁爱礁，以及10月24号的就是歼11和美国的这个侦察机的差点的擦撞的事情，各自有一点相互指责，各自表态，但是又寻求彼此是避免这个冲撞然后呢，到军控，这个就比较敏感，军控有一点是各讲各的话。那美国是希望把中国大陆带到美俄之间的3边的军控，也就是反扩散的这个谈判。不过呢，我在想，中国大陆之所以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当然也知道美国基本上它是在稳定情势、中美关系、印太战略。因为他面对的是乌克兰，面对的是中东，但是呢，他也在摸底他也在了解你到底中国大陆的海洋政策，或者是你这个军控、核扩散、核武的这些情况。那可是呢，这个的确是有一点重返巴厘岛，然后呢，热场这个旧金山的习拜会，有这种感觉。那何立峰今天应该就这段时间已经到了华盛顿，要展开他5天的跟就是叶伦以及相关人员，我看不知道这个拜登会不会见他但因为离习拜会太近，所以也会谈什么供应链半导体这个问题，我是觉得谈不出什么大结果了。因为这个东西基本上关税、科技、半导体、小院高墙，这是美国就是要去压制中国、挑战美国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所以何立峰就算去，也只不过是在双方的经贸层面的官员有一些互动。至于说，我觉得进博会大家要了解。这真的就显示出，其实中国大陆它作为一个最大的进口市场、消费市场，它对于全球现在在疫情后的这种后疫情经济的这种火车头的这个影响力，那你看美国有200家厂商去，史上最大，那半导体厂商都超过以前，那大家都对于这些重视。我们讲美光好了，美光在前一阵子在西安又投了43亿人民币的这个新厂。所以大家不只是到进博会上面来，那刚才讲到的农业的产品，美国去年1年卖给中国大陆农产品是420亿美金，这大不大？那当然大然后最近才在就是应该是爱达荷州吧，又签了一个新的约。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再加上你看到就是这个澳洲的总理艾班尼斯，他的起手式7年之后
澳洲的总理重新访问中国大陆，是从上海的世博会开始，他也做了一个演讲，就很清楚，就知道现在在世界动荡的同时，那我们亚洲的经济整合，特别大家务实的做经贸的交流，才是真正的王道。好，接着请教一下玉芳委员。这个看到这个熊猫问题，再谈到现在习拜要见面的问题了。其实长远来看呢，我不是很看好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的改善了，因为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就是不希望中国大陆快速的成长，然后威胁它在全世界的领导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嘛。但是呢，为什么还是要见呢？对美国来讲，它做危机控管嘛。如果我跟你科技贸易打压你的同时，我又结合这么多中国大陆周遭的朋友对你进行军事上面的围困，那这样子可能双方会撕破脸，然后可能战争会爆发，可能不会直接爆发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但是很可能在周遭地区，第一个在南海，第二个尤其可能在台湾，这个就不是美国乐意见的，因为美国知道这个战争只要在中国大陆的周遭爆发，它是很可能会被卷入这样一个战火里头。但是这不是美国想要，也就是美国想要困住你中国大陆，打压你中国大陆，但是不希望跟你交战，因为你毕竟是另外一个拥有核子武器的这样一个大国那但是呢，为什么还是要见？除了刚刚讲的那个原因，就是说美国想做危机管控，不要擦枪走火。另外一个就是选举啦，对拜登来讲，未来这一年对他非常重要，因为选举是他的选情。本来一般来讲，总统要连任是比较容易的，多数美国总统都连任都成功，小布希、克林顿、奥巴马都成功，可是老布希没有成功啊。老布希打了波斯湾战争以后，风风光光回到美国来，可是最后他还是输了，就是经济的问题。所以现在很奇怪，就是美国经济其实还不算很差，但是美国人民对经济的这种情况非常的不满，大概就是他们的生活觉得实质上没有得到改善，物价太高了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外交的问题拜登希望世界局势稳定一点，他跟中国大陆不要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冲突，这样子对他选举比较好选，让他可以也集中精神处理国内的问题，这样尤其现在乌克兰战争这样子在打然后现在又爆发了这个加沙的这样一个战争，所以对拜登来讲，如何避免在这个时候跟中国大陆之间有进一步的冲突，对他来讲，对他的选情来讲是很重要。他选情并不好，你看前几天公布的数字，他还输给川普4个百分点，原因就是他年纪太大了，常常说错话，常常做错事，这个对一个年轻的国家，像美国200多年这个年轻的国家来讲，这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这个是需求了，有所需求。那中国大陆当然也希望能够改善跟美国的关系，希望美国对他的打压能够缓和下来，要不然坦白讲，中国大陆也受不了，因为美国不是只有他打压你，他结合他的朋友来打压你，这个压力对北京来讲就实在是太大了。好，请教将军。我们从这次熊猫事件，我们就会看出来，美国它的经济已经是衰落了，而且衰落的很严重，这个连个熊猫都养不起了。这个大家不要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回想一下去年，其实美国已经还给中国2只熊猫，那时候中国大陆老百姓看了这熊猫被美国养成那个样，那如果大家还有印象，那2只我还记得，一个叫丫丫，一个叫乐乐，对不对？被养的瘦巴巴的，而且这身上都是看起来脏兮兮的。那时候把它还给中国大陆，那时候老百姓看了都不忍心，在那边讲说乐乐回家了，乐乐回家了。我记得还有这种镜头，就是你回来吧，回来吧，你在美国得不到很好照顾，健康状况也非常的恶化，对不对？然后再回到四川以后，他们经过中国的调养，才能够把它养好。那我讲为什么说美国从经济衰落，它可能通货膨胀或干嘛，真的是连熊猫养不起。你说一个外交，这我想不至于说是用熊猫来当做这种外交的工具啦，那真的是他们养不起了。因为我们台湾我们台北市立动物园，我去查了一下，台北市立动物园我们现在有3只熊猫，对，每年
要花费的费用是500万。其实养熊猫是很花钱的，因为你要进口新鲜的竹子给它吃嘛，然后它必须你那个场馆要适合它生活的温度，你才能够养得好。我们台北市动物园那个场馆盖熊猫的场馆就3亿的这个台币来盖出来那个场馆，然后每天这个要花费不是每年要500万的这种购买那个新鲜竹子来喂这个熊猫。那我觉得从去年看到鸭乐乐被养成那个样子，代表什么？第一个就是老百姓可能他没有钱花钱去，他可能其他的费用他花在其他费用，他没有多余的费用去买那个门票参观熊猫，所以动物园方面来讲的话，经费不足，才把那个熊猫养成这样。那这次来讲，美香这一家子能够回到中国大陆，我觉得对熊猫来讲是比较好的。我觉得对美国来讲的话，我们从这个熊猫这个动作，它归还给中国，我觉得不是外交上的动作，而是它养不起的动作。另外这一次来讲，我觉得中国展现出来他这次开这个会，在上海开这个会叫进博会。什么叫进博会呢？叫进口博览会，也就是说。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轩好，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柯文哲，感觉上面他真的也蛮会选举的哟，就是他知道怎么样吸引蓝的票，甚至他更知道怎么样吸引绿的票，所以蓝绿都有一些选民逐渐向他这边靠拢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讲蓝营想听的，比方说讲到这个陆委会啊、赖清德啊，说你们这些新潮流搞这种两国论，请问这个蔡英文同意吗？跟这个盟邦是同意的吗？因为他讲说这个陆委会明白在搞两国论的时候，这个国安会不知道晓不晓得哦。那你这个赖清德、陆委会、新潮流，你们做这些动作的时候，蔡英文跟盟邦有同意吗？那讲到这个另外的事情，你看看这个风评想说现在猎巫陆配这个徐春英，是不是代表陆委会现在开始带起新的一个等于说一个操作，叫做什么呢？新两国论的起手式。因为这个赖清德大权在握，下一步要怎么做呢？现在难道是说这个徐春英这个要注销大陆的户口吗？这其实也不等于丧失国籍哦。那你看看这个陆委会特别让发一个新闻稿，就说陆配参政需要放弃中国籍，形同封杀了所有陆配的参政权。那赖清德为了胜选呢，其实你看他现在台独也不说啦，特赦也不说啦。那如果胜选之后的他，还会是这个样子吗？那另一方面，我们看柯文哲也是讲一些绿营想听的话，比方说什么？他讲到了跟这个中国大陆这一边讲说，现在中国大陆你失业率很高啊，那你不要每天这样子飞来飞去不然哪一天不小心把你给打下来了。也是讲话讲得挺像的。我们先来听听看这个柯文哲这样子，又可以让蓝又可以让绿都纷纷来支持他的话术是怎么样子？我们听听。我那天在呛的是赖清德，我在呛的是陆委会。我也明白讲嘛，那你陆委会今天不是明白的在搞两国论吗？而且是实质的两国论你要做这件事情，我问你这个到底国安会有没有国安会晓不晓得？小英总统同意不同意？然后我们的重要盟邦对民进党这个动作是事先有没有智慧？今天民进党的这个动作，不管是赖清德还是陆委会，你们这些新潮流的。今天你们做这个动作，蔡英文总统是同意的吗？我们的台湾重要的盟邦是同意的吗？这国安会要出来回答。对，所以一方面这样呛陆委会可以吸引到蓝的选票，但是呢，对于绿的，他其实也有一些对于中国大陆一些这种比较激进的言论呢，比方说不小心哪一天把你打下来，还有前一阵子6月份的时候，他也讲说以后每年要选一天挑个题目要来瘫痪中国大陆的高铁系统，然后还有 ATM， 然后我们的网军就出动，警告你们不要乱动真的动我就搞你当时也是有这样子讲法，所以他才可以这样
样蓝绿通吃嘛。那另外我们看一下现在中美的对峙哦，是不是台海这边的确蛮紧张的。解放军山东舰现在传出哦，他们沿着台海的中线航行，昨天晚间进入到了台海。那国防部是不愿证实啊，就说会严密监控。那这也是山东舰完成这个远航之后呢，没有返回到海南的驻地，而是继续在台海这边执行绕台的航训哦。那中线的敏感就在于之前侧翼都吹捧说慈母守中线哦，但现在显然那个中线不存在，但是常常也会看到解放军的军机刻意这样跨过一下中线绕回去，或者是说像山东舰这样沿着中线航行，感觉上面都很有这个跟民进党释放一些讯息的感受啊。那我们看看这个中国大陆的军事行动是不是有它的原则性哦？这是来自于这个李显龙的讲法，他说其实中国大陆并非乐于动武来接管台湾，除非是受到挑衅，否则全世界都不会这样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说中国大陆已经发动了登陆战了。那我们看看这个图解，太平岛的这个中美的军舰对峙，解放军是怎么样的一个布局呢？这个解放军在这个地方哦，还有这个越方在这里，还有台湾这个太平岛跟这个中州礁哦，所以看起来在这个地方，解放军是为了防止美舰接近这个南薰礁的一个西反射吗？这是一个专家的讲法哦。他说，并不是有意要升高跟台湾的紧张关系哦。日后其他国家的船舰哦，现在陆续靠近到太平岛，都有可能发生到类似的状况，也可能会变成一个处置的通例哦。就像是我们现在越来越没有所谓的海峡中线，还有常态性的会被这个解放军的军舰围着这样子在军演哦，已经变成一个常态了。那另外，日本是不是现在真心要对抗中国大陆？看到很多的动作，它是随着美国，比方说现在岸田文雄要去到菲律宾跟这个马来西亚来进行一些推动军事合作，说是要因应现在南海跟东海的紧张局势，还有他们的武器的出口也考虑要放松哦。防空的飞弹也打算纳入到这个部分，就说接下来有可能可以出售更多，比方说卖给菲律宾或是其他国家。那他们也讲到，这个就是包含了护卫舰跟反潜舰哦，甚至都可以在这个出售的武器当中。还有我们看这个前美国的国安顾问伯明，他提到，他说现在嚇阻的成本比起战略来得低，所以他建议台湾应该要着眼于这种拒止的威慑，或者是这种海洋拒止、海上拒止哦，就是要部署足够的军力来嚇阻。那日本呢，在台海局势里面形同摇摆国，也期盼日本能够更进一步来讨论如何因应这个中国大陆对台的一些武力动作。那我们看这个 NHK 有报道，为什么说这个日本像是一个摇摆国呢？因为现在岸田文雄11月16号也要在 APEC 跟这个习近平碰面，所以人家就是开始讲说，其实中日关系也在和缓当中。那当然美国是不乐见所以美国的角度看它就是在摇摆。那可是对于日本来说，其实本来日本民间的声音就不是全部一面倒的朝向这个美国嘛，所以当然对中国大陆这个市场跟关系也是很重要。所以日本也派出了国安保障局的这个局长到达北京跟中方协商，是不是能够改善这个福岛处理水之后现在冷却的双边关系因为现在海产都卖不过去了。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玉芳委员，这柯文哲讲话就是很率性的，其实两岸这个时候少讲一些比较火爆的话是比较好的。你说这个飞机飞了哪一天呢？不小心被我们打下来，大陆的飞机，这种话其实都不要讲。你可以说你应该减少飞行让两岸的局势可以稳定下来，让大家不要剑拔弩张。但是你去讲到说这个哪一天这个要打下来，不小心按对，这就是会不是那么好。譬如他也讲过，可能我们稍微会提到网络的问题，对，所以我们可能1年里面找哪一天。那来对中国大陆进行网络的攻击让他的高铁没有办法行驶之类的，这个都不是一个冷静有智慧的政治人物会讲的话了。因为这种网络安全现在被认为是在全世界来讲都是各国政府列为最重要的这样一个国家安全的目标之一，就是维持网络的安全。所以在网络的这种霸凌也好啦，在网络的这种窃取资料也好，都被世界上认为是一个很
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很大的一种罪行这样。那你去讲说你每年选一天，然后摊贩人家的高铁，摊贩人家的什么 ATM 之类的，这都不是很好了。就是他讲话是很率性，你可能可以讨好一些特定的群众，但是呢，有更多人在事后想一想，都会觉得说这些话其实不够冷静的了，这样。好，接着我们请教一下杨老师。柯文哲讲到就是绿营对待陆委会对待陆配哈，我觉得真的有一点在搞新两国论，你就是把它当作外国人士，而且甚至敌国人士的看待的这种角度，那跟无限的上纲到国安的议题，那陆配，那当然人家陆配嘛，当然人家在大陆出生长大嘛，那才叫陆配嘛，是不是？那但是呢，嫁到台湾来之后呢，在这边就是说成立家庭，那当然他经过我们事实上很严格的程序取得我们的身份证，住了这边，我觉得应该享有跟其他人一样的权利哈，这是一个基本的人权问题。但当柯文哲说到这个就是攻击对方的高铁系统瘫痪或者是 ATM， 这个就有点像选举语言了，因为讲句实在话哈，这种大规模有系统的网攻等于武装攻击，类似一样的这种情况。那我觉得李显龙他在下台前的这个忠告，大家一定要去了解。那我个人现在认为，时间不多了，大概就这几天，我们看到蓝白合到底有没有可能呢？那可能就是11月19号礼拜天，我知道民众党要做一个誓师大会。那在这个之前的这几天，如果没有蓝白合，其实大家有没有想到？那当然对绿营而言，士气大振，赖清德当选的可能性就非常的高。这个时候北京怎么看待在选前已经确定蓝白不合的这种选举？是不是会造成选前的两岸情势的一下的升高？也就是他会不会采取怎么样的动作来做他的表态？那当然你会说，他如果动作表态会造成两刃，甚至会造成反效果，过去都是如此，没有错。但你觉得他还在乎吗？如果明知道最有可能性的是赖清德一定当选，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大家一定要有所谨慎，有所了解。日本这边挺菲抗中很清楚，他不是为他自己的海上安全，他其实某种程度是带领美国去协助菲律宾的海岸警备队的这种强化，他给予他防空雷达、海岸雷达，然后呢加起来12+7艘的巡逻船，巡逻船最近又新给了5艘97公尺长的巡逻船，由三菱重工来制作的。然后呢，还跟菲律宾签署了只有跟澳洲、英国签署的日菲 RAA， 也就是相互准入。什么意思？就日本的自卫队跟菲律宾的这个军队，这已经不是在海防的层面了，这到了军事层面，可以相互的进入到对方的领土。那这个当然关键中间，因为是美国在菲律宾、在日本都有这个基地虽然基地的规模差很多，所以它等于是代理美国协助菲律宾在打一个代理的岛屿战争。也就是在南海地区要维持仁爱礁的这个议题不断的冲突，因为那个马德雷3号已经24年了，它快要瓦解了，所以呢，你要怎么样去强化它？比如说巡逻前、巡逻船、补给船的这些强化的这个能力，而不会再发生这个就是说冲撞或冲撞的时候把这个世界变大。那当然美国就有切入的角度，我在想这个当然才是真正的目的。同时不要忘记印度也卖了7架直升机海防的直升机给就是这个菲律宾。那在这个事情上就很清楚了，印度、菲律宾，那当然对于印度跟日本，当然对于菲律宾跟大陆的仁爱礁事件是有所指指点点的。至于日本想不想会不会介入到台海的战争冲突，我的理解不想也不愿，会不会这个要看情势。最大的可能是被美国强力的要求，而且美国直接参战，而且参战的很深。所以你听这个所谓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目前还是把它当作一种这个口号诉求来理解。那跟实际上日本自己本身的法律、它的
防卫政策，以及最重要的民意跟和平主义，其实都是相违背的。哦，你很简单嘛，各位，俄乌战争那个波兰是怎么样的角色？现在加沙战争的埃及是什么角色？最多就是提供援助，那是因为他们国境相连嘛。但是在台海的这个战争当中，日本怎么去提供援助？撤侨都是个大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了解实际上的情况呢，才不会被误导。好，来请教将军。首先我想说，就太平岛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哈，到底这个太平岛会不会引发中美之间的争执跟冲突？镜头拍下面的，我们看一下太平岛哈。现在来讲的话，南沙我们这个太平岛其实平常讲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哈，因为它整个被这个解放军的南沙3个岛礁包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所谓的这美济岛在这边，对不对？永暑礁在这里，然后上面主碧岛，这3个岛是解放军在这边已经形成了一个填岛造陆，已经形成一个这个海空的一个海上的一个基地。然后我们太平岛刚好在中间，所以说大家以前经常会讲说，太平岛会不会这个加长跑道会不会租借给美军啊等等之类？我觉得不会哈，这就像是什么？就像是解放军已经把饺子皮都已经做好了，对美军自己会不会变成这个饺子屑放到中间来？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因为这3个岛已经被包围了。那这次来讲的话，大概美国军舰从这边通过以后，然后解放军马上有4艘舰艇，其中1艘是军舰，3艘是民船，从这个太平岛附近经过。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啊，其实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反而我觉得外交部要出面来问清楚一件事，就是这4条船，包括美军的这个船跟解放军的船有没有接近我们12海里的我们国家领土？因为太平岛毕竟是我国的一个领土的位置，如果说侵犯到12海里之内的话，就侵犯到领土的线。那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外交部应该出面来不管跟美国或者是做一个交涉谈判。那如果说是外交部连话都不敢讲一声的话，那反而显现出来我们外交部的一种无能以及胆怯。第二个我要讲，有关于柯文哲讲这个话，他说要瘫痪解放军大陆上面的不管是高铁或者是这个通讯系统，然后甚至不小心他就要把解放军的飞机打下来，我非常的认同。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柯文哲果然是毛泽东的这个子弟。毛泽东讲过一句话，就战略上面你要藐视敌人，战术上面你要尊重敌人。那柯文哲就讲这种话，他战略层级的，他总统层级讲的话，所以战略层级他非常的藐视这个解放军，这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战术上面，我想说我们还是要尊重敌人。这个解放军这支航空母舰山东号，我们本来以为他要回南亚去了，结果他从台湾海峡又绕上去了。大家要知道，我讲几个数据哦，这次上去他真是敲山震虎。你不要光看这艘山东舰航母，他总共带了9艘的军舰，总共有512座的垂直发射井。其实美国航空母舰都要让它几分。他总共带着舰载机一天在训练的时候，一天起飞47架次，每一架歼15，它可以有12个挂架。在这种强大的飞弹武力之下，我觉得美国都要让他几分，何况是我们台湾。但是他不会攻击我们台湾啊，他就是警告台独、敲山震虎，我觉得意味比较浓厚。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